随着剧情的推进，非离莫属的感情也逐渐升温，一起来看看暧昧的小瞬间吧。王妃，要不还是我来吧？歪了，往左一点，再往右点，好像也不对，不对，好像还得往左一点。你耍我呢？下去拿东西，有点像要把你椅子抽走的样子。下来吧。哎呦，快松开，都看到了。一大早就找不到人，不怕我着急？我给你留了字条的。以后不许这样。不许这样。我觉得阿锦有时候真的很好笑。我早上无意当中发现你的妆台上有个木匣，超绝不经意询问：“你动我木匣了？”我的确很好奇，打开看了一眼。动人家的木匣还理直气壮呢，王爷。关键是他们俩都说实话。没事，我给你看。这些都，你给他记这么多曲谱做什么？我知他素来爱情，故而若是遇上什么新曲子，便会顺手腾一份寄给他。你们两个人啊，很本人，可真是不浅啊。是啊，比你与那位苏娘子要好一些。我与她是定过亲，但那时候我们年纪都小，面都没见过2次。你算什么？我可没说，我肚子爆叫，你听到了吗？都是曲谱吗？这两封是什么？不单是曲谱。你不是说要给我看吗？不给你看。怎么说话不算话？我想给你看。不是，我们这些戏就特别像本人。对。哇哦，两个人面对对方的前任都很警觉哦。你们觉得剧中谁能获得大粗王称号呢？莫修瑶吧，莫修瑶没他能克制，在这一方面。那苏穗蝶和莫景离两个前任，哪一个让现任更介意呢？我倒不是对莫景离，我是对其他人，汤执事啊，或者说一些好玩的那些。对，因为莫景离的话，莫修瑶是相对于去接受他这段过往的，然后他还帮着一起去探究，莫景离怎么了？莫景离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莫景离现在什么身份？他不会去阻止他去探索，他会，甚至会一起去吧。他是接受这段现实的，也是一种信任吧。叶离对苏穗蝶更多的觉得他们肯定是有目的的。他怕他有什么身份什么的，包括后来也是叶离先意识到苏穗蝶有问题。我们能看出莫修瑶逐渐变成了情话大师，大家都直呼叶离与夫有道。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攻略冷面王爷？总瞧着我做什么？瞧你好看，你在我的心里是这世上无人可及的女子。最好的技巧就是真心治愈。散发爱意。这次两位还参与了 OST 的演唱。录歌的时候有发生什么趣事吗？我们同一天录的歌，我先录的，然后前一天跟他讲，我说你3点半到就好了，定的是5点，我说你3点半来，他说你唱得完吗？我说唱得完。结果他还提前了。我们那天晚上主要是约着一起吃饭，所以我必须要等他。即使他提前了，我还是在那个时间完成。没有，还可以，反正最后跟现在应该差不多饿吧。现在是挺饿的。大家都说这首歌听起来的感觉是淡淡的就会顺顺的。
跟我们这个剧的淡淡的，就会顺顺的，会顺顺的很像，其实。但录音的过程是露露顺顺的，磊子慢慢的。对，我顺顺的，他淡淡的。对。哎呀，唱的都很好啦！吃完甜的，再来点苦的，让我们一起品鉴一下莫离的虐心瞬间吧。合理啊，合理。当年我被押送回去，碰到了你，你给我扔了一包点心。如果不是这包点心，我可能早就饿死在雨中。夜里也不知道他把那包那个糖纸留到现在。闲情夜里，西脱良媒，纳采成立，此非人救。淡淡的就会酸酸的。愿一别两关，山海可移，此心不转。日月可照，此意成全。谨立此书，死生为证。这个眼泪转场也是，这里好黑呀！也是挺。哦，就这个，哇，这个太难受了。我帮你把门打开吧，这样闷着会生病的。我是疯了吗？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不应该看到你。我不应该看到你。只有疯子才能看到他自己。只有疯子才能看到他自己。你只是太孤单了，应该让青霜陪着你。梁子，阿离，挺热闹啊。哦，好难受！两个小苦瓜收割了观众几公斤眼泪，大家都在说女的心痛呀。你的债还完了，你不用再委屈自己，陪在我身边，这般世事的爱，我也承受不起。先回到刚刚看完的剧情，为什么这次两个长嘴的人都不约而同闭麦了呢？这就是我确实是瞒着他，确实没说。然后这个东西对他们、对他和对他哥哥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时机坦白这一切，会是什么时候呢？也就那2天了。其实前面有挺多戏，其实夜里是有预感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就是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会说都找了罪，有时候他的理由是千万种的。比如说夜里其实说出来，大家客观来说会觉得啊事情会少一点，会解决一点，但是现实情况中这两有类似性格的人，他可能就是不会说出来。原因也有可能是夜里觉得自己确实有一部分是不对，但其实归根结底是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但是他觉得有一部分让我受到伤害，他就会觉得不对，他会觉得如果让我自己受伤是我该受的一种罪的话，那我要去赎罪，就是他自我觉得这是一个赎罪的行为或者怎么样，就不一定是情节合理上的事儿，而是心理合理上的事儿。就我觉得我让修瑶痛苦了，我觉得如果这样他能好受点，我能够受一点罪的话，那我愿意这样。对莫修瑶来说，是什么原因让他下定决心和离？他最无法忍受的是什么？因为此刻两个人已经很爱彼此了。伤心吧，他觉得伤心，他以为我来到他身边只是为了赎罪。你知道他是自尊心其实很强一个人，前期比如说不让他治腿，也是因为有那么多京城名医都没给我看好，凭什么你觉得你一个住在山上的小姑娘就能给我治好呢？潜台词是你是不是真的很嫌弃我瘸了？就如果治不好你就不爱我了是吗？所以他会那么抗拒这个事儿。到后来也是觉得好像我是不是不值得爱，你是为了报恩才靠近我的，所以我真的很伤心。如果你是为了这么去怜悯我的话，那我不需要。他其实有一些，其实还是有一点自卑情节在的，
然后他一边在写和离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比较难演。那这样好不好，导演？我说我在旁边就是感觉喘不上气了，感觉那一瞬间就是那个发病了。在同一个空间下就剪他剪我，就对剪，那样会可能会看起来顺一些吧，不然我就只能在旁边哭，然后就一直哭。因为那个后面接的一场就是我看到青霜，看到小时候的自己，看到朱夫子他们来接我回骊山。青霜，阿离，朱夫子。OK 啊，好，好，好。所以在前面有那种反应是合理的。那如果你们魂穿此时的叶离与莫修瑶，你们会如何解决目前的困境呢？我觉得他们做的挺好的，是的，我肯定做的没有莫修瑶做的好。但莫修瑶可是直接写和离书，你走吧。但他后来还买了夜里爱吃的东西，然后后来立刻回头。对，你不经历这一段，还真没那么快治好叶离。正好合理了，他回到骊山上，然后去把这个病情彻底的，其实暴露了，接受自己这个有这一面的样子了，才能够治愈嘛。这里是叶离第一次怀疑自己疯了吗？此时的他对自己的病情是否有所察觉呢？是我感觉夜里应该是在这儿在这才发现的，才有察觉，但他马上就是回去就忘了，回去骊山就忘了，就是回到骊山打开了，解放天性了。但很快莫修瑶就闯入了叶离的小生活。我们那个敬酒那些你还记得吗？对。但最吓人的是，他会突然切一个中景，没有人。后面有一场就是我不是挖了一个坟墓嘛，然后我看到我外祖父，然后他把我拉出去之后，拉到一个所有人都在的一个场景，我是这个表情，是这样看着大家。他说啊，我们现在回去吃什么？好热闹啊！然后他们往前走，然后马上跳了一个中景，是我一个人往前走。我在那个镜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说啊，怎么这么剪？太可怕了。既然提到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赚取无数人眼泪的骊山揭秘时刻吧。既然你知道禽兽，就该明白骊山上发生了什么。我在给外祖父、夫子们，还有骊山的师兄们写信，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了，大家想必也很想我。我喜欢吃糖，但上了骊山不久就没糖吃了。莫修瑶，莫修瑶，你将他赶回骊山，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弃至荒山之上。殿下，咱们今日还去扶蜀吗？还是说我带您去告个假？这儿演的挺好。哇，这个镜头好啊！啊，不是说你这么惨这个镜头啊，是上一个。走进光里，然后发现白了头。一开始站起来都没发现白头，在光里才发现白头了。哇！又是你的运动套装。这是书院的衣服。但你在府里穿过类似的呀？跑步的时候。对，差不多。我觉得超绝世界。你没有看过这场戏是吧？没有。傻孩子，
地上很凉的，别冻坏了。来，上来，走，别怕。好惨。娘子，你可吓死我了！去吃红豆饭。阿离，太阳出来了。真的太不容易了。两个人的哭戏都好有感染力哦。你们觉得拍摄中最走不出的哭戏是哪一场？那应该是刚刚那场，主要是跟我外祖父在唐宫演的是我师傅。哦，然后那个角色也是亲人的感觉。对。那磊子呢？他走之后吧，那种他是一种绵延的情绪，不是说当下的哪一场。当演的时候觉得王府很空，包括给他买烤鸭或者各种那一连串都感觉挺空的。那最虐的一场戏呢？吃早饭，吃早饭那一句。阿瑶，你头发怎么白了？你昨晚是什么时候到的？昨晚我睡着了之后吗？你不记得昨日的事了？那一天吃早饭，前一天我已经问过了，我说：“哎呀，你的头发怎么白了？”我第二天吃早饭又问了一遍，不记得昨天发生什么了，对吗？就是他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意识到，就比那个失去之前的记忆更严重的是，连昨天的记忆你都不知道，就那是一种心疼。莫修瑶的一夜白发造型在路透曝光时就引发了大家的好奇心。两位看到这个造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觉得很写实。我那天看到的时候，我说哇，就真的是感觉一夜白头的那个感觉，而不是不是那种造型感的那种。对，就是很像筹出来的。故事接近尾声，让我们一起看看非离莫属、战斗力爆表瞬间吧。这世上再无一人一事能阻我，你也不行。叶离真的好全面啊，能文能武还能医。我这戏一共就2场大戏，就是跟那个韩明熙一场，还有这一场。阿离，你让开！不可能！你看我是不是说你出现的有点突然？主要是你带来人的时候，你带了一堆人来。对。但他来之前，他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就是没有退路了。好惨。万箭穿心，这个很难穿的。他要穿盔甲，然后那盔甲上面还要绑着那个木垫，要垫很多，然后还要插剑。叶离大战莫景离，不光战斗力爆表，台词也句句扎心。叶离对待他的感情态度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阶段吧，就是有几场戏，他跟莫景离其实讲得很明白，就是那些人因你而死，他就是很直白的跟他说，我说我不会原谅你。他就是对莫景离应该更多的是失望，包括后来他觉得他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然后包括到后来他谋反什么，我觉得在叶离眼里，莫景离是干得出这些事儿的人。从莫修瑶的角度看，你觉得莫景离从哪一步开始走错了呢？就是碎血关吧。更之前其实已经是他开始筹谋这些事儿的时候。碎血关是他第一次。但他自己也经历了一些伤痛，在他经历伤痛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开始走这条路了。就是从知道他要
谋反的那一天起，其实夜里已经知道他的结局了。他只能是这个结局，他不会成功的。莫离这部剧塑造出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接下来要考验一下两位的默契程度了，一起进行一个谁是当事人的小挑战吧。规则很简单，一个人作为目击者，负责描述事件当事人的外貌特征，另一个人根据描述画出画像，并猜测出当事人是谁。你是美术生，我画的也很大，没关系，没关系，相信你们。行。露露看一下，我们要描述的当事人是 OK， 他是个人，说点有用的啊。他戴着个斗笠，戴着个斗笠，就那个斗笠是有纱的吗？没啥，没啥，没啥。OK， 是个男人，胸前抱着把剑，穿着那种粗布麻衣。我已经猜到是谁了。对呀，很帅气。对。哇！画啥？哇，还有填字，哇！你走这个风格，那我一会儿压力很大。那我下画。可以了。这画的是个啥？情绪价值。我就说他对于自己热爱擅长的东西要求很高。磊子猜出这个人是谁了吗？韩明熙吗？回答正确。好，他已经答出来了。这幅画让他画到明天。就这样吧。可以了。他说可以了，可以了，马上好。可以了。是不是我这描述很好？描述他其实根本不是这张照片。那到我们露露来画啦。哼，他的发型是这样的。这个什么两个丸子？是小圆脸。叶蓉。你先画呢，然后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朴素的这个衣服，很可爱啊。这可以吗？他是谁？叶蓉。清月。轻奢。对。不是，主要是我们两个球，叶蓉也是2个球。对。我先睡了。晚安，马卡巴卡。我5秒钟画完，来。好，他是一个反派，他有吓到过叶离。叶离害怕。哦，我知道了。这是猴子可爱版，两位都画得很好呢。最后让我们看看非你莫属的胜方 MVP 决算画面吧。说吧，怎么比？刀剑无眼，怕用力太大伤到你，不如就以之为鉴。谁的滑板先掉光，就算谁输。那你可小心了。你输了。要输你一辈子才好。你输了，要输你一辈子才好，要输你一辈子才好。再说一次。你再说一次。你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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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输了。我们换一下角色说一下。你输了。要输你一辈子才好。带点情绪啊。要输你一辈子才好，要输你一辈子才好。这也算撒娇。哦，我的任务是撒娇啊。你已经输了。我输了。那我就顺势公布一下吧，两位都完成了我们的隐藏任务。谁先完成的？磊子先说一下你的隐藏任务是什么吧。对我撒娇3次，然后我要镜头点赞。
那露露来公布吧，你的隐藏任务是让你引导我向你撒娇3次。哇哦，局中局，可以可以。没想到吧？哇哦，磊子真的没有发现吗？鹅中间差点露馅儿。他没察觉，他一心在想沉浸在自己小胜的喜悦中。我都看到了，其实我眼睛长这儿了，我当然能看到。2位都认真的完成了我们的隐藏任务，真棒！那我们非离莫属也是苦尽甘来。2位觉得这个故事最打动你们的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我在配音的时候有一场戏，我从太后的宫中出来，然后那段旁白也是在预告片里，就是那个生命像一盏盏摇曳的灯，明灭不定，但你的脚步要始终向前。就那一段 OS 大概有那么长，我配到就是那几句的时候，我说等我一会儿，我说有点想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让你心碎的情节也好，会让你唏嘘，会让你觉得啊那又很现实，但是同时它又很温暖你，有很多温情，然后有很多感动吧。就是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品，然后一定会跟莫离产生共情。我觉得互相治愈的这个过程是很难得和很令人感动的，因为现在很需要这种不计回报的真心实意的希望另外一个人作为个体更完整的去成长的一种感情。那如果莫离的故事有番外篇的话，你们觉得非离莫属的故事应该怎么展开呢？平行世界。我倒觉得莫修瑶来到现在，他应该是在公司上班，有家族企业的。他也是有家族企业的，只不过他家族的纷争商战把他给排出去了。霸道女总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然后我利用我公司的一些资源和一些能力去帮他，2个人最后打造了一个商业帝国。对，而且在莫离里，就是他很喜欢做一些美妆，那我们到时候就是一个产业啊，什么都整点儿。露露觉得呢？认可这个番外吗？还想再加码吗？我觉得他们俩应该都是2个很有古味的人，然后平时可能会喜欢一些字画，然后就是练练毛笔字，画画那种国画之类的。刚才那个故事背景下也可以画画，也可以写字啊。你可以想想，这个只是结构上的刺激，但是呢，2个人的性格还是可以是那样的。行。感谢2位带着莫离做客沙发多话，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拜拜，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莫离，谢谢。